33層的高樓，火焰衝天，到處都是黑煙彌漫。救命！放我出去！我是我家雇佣10年的保姆放的。极寒末日降临前，我家保姆害死我父母，还把我家房门反锁放火，我被锁在房间里，活活被烧死。我的魂魄久久不愿意消散，一直守着我们这个小家。我親眼看到保姆和她丈夫和兒子拿着我家的錢囤了無數吃的，在末日裡過得有滋有味，而我燒焦的屍體卻在極寒末日爆發後無人埋葬，被野狗分食殆盡。在睜開眼的時候，我卻發現自己正坐在一張真皮沙發上，我大口大口的喘息，迫切的想讓更多清新的空氣進入肺裡。媽媽正在一旁的美容床上做着私人皮膚護理，聽到我這邊的聲音，關切地問我：乖，楠楠怎麼了？身體不舒服嗎？我抓起手機看了看時間，2055年10月25號，就是今天。就在今天下午，一會兒媽媽做完皮膚護理就要開車去機場接爸爸回家，而他們在回來的路上會因為被保姆和司機一家聯合設計，導致剎車失靈，雙雙殞命。媽媽，我緊緊抱住媽媽，她身上溫暖的香氣和真實的皮膚觸感讓我幾乎要落下淚來。上一世，在這張美容床上，媽媽也是這樣溫柔地問我，幾小時後，我卻只能在太平間見到她和爸爸殘缺不堪的屍體。我強迫自己冷靜下來，聲音卻還是止不住的發抖。今天的護理不做了好不好？我們現在去公司一趟。媽媽有些詫異，但還是先抱住了我，拍了拍我的後背，並揮手讓美容師先離開。她坐起身，擔憂地摸摸我的額頭。楠楠，你臉色不太好看，是不是做噩夢了？還是不舒服啊？要不要讓陳醫生來看看？那不是噩夢，那是火焰灼燒身體的痛感，那是靈魂被極寒冷凍了整整3年。其實在極寒末日之前，保姆張姨和她兒子以及當司機的丈夫早就盯上了我們家的保險櫃，他們設計害死了我的父母後，又將我軟禁，最後一把火活活燒死了我。我抓住她的手，眼神堅定。媽，你信我一次，張姨和她老公有問題。我知道你現在很難相信，但給我半小時，我能證明。媽媽看着我慌亂無措的樣子，眼中閃過猶豫，但因我從小被保護得很好，很少在她面前這樣嚴肅。最終，她有些遲疑地點了點頭。我沒有浪費時間，而是直接拉着媽媽去了書房，打開連接家裡監控的平板。張姨家不知道爸爸在倉庫和家裡關鍵位置都裝了隱蔽攝像頭。我飛快地點擊屏幕，快進到昨晚的錄像。凌晨2點，張姨的丈夫李叔鬼鬼祟祟地進入車庫，他蹲在我們家那輛定制的 SUV 旁，用工具撬開剎車系統的保護蓋。高清攝像頭清晰地拍下了他剪斷剎車線的全過程，甚至能看清他臉上猙獰得意的笑。媽媽的呼吸驟然停止，臉色煞白。她沒有想到自己聘用了10年的保姆，竟然想要害死她，甚至媽媽還負責了她兒子所有的學費，還為他們買了房子。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他捂住嘴，渾身發抖。應該是你和爸爸平時不注意，暴露了咱們家保險櫃裡的錢和珠寶。我快速調出另一段錄像，是張姨偷偷用媽媽手機發送信息的畫面。他複製了你的手機卡，和李叔裡應外合。今天下午，你和爸爸會死於一場嚴重的車禍。話音未落，媽媽的手機突然響了。極寒末日降臨前，我家保姆害死我父母，還把我家房門反鎖放火，我被鎖在房間裡，活活被燒死。重生後，我要反殺保姆。突如其來的響聲嚇得媽媽一個機靈，手機屏幕上顯示司機老李。我和媽媽對視一眼，我按下錄音鍵，用手拍了拍媽媽的後背，讓她平復一下情緒，並示意她接聽。太太，車我已經準備好了，您隨時可以去機場接先生。李叔的聲音諂媚如常。好的，辛苦了。媽媽努力讓聲音聽起來平穩。不過楠楠突然不舒服，老林那邊也有些業務沒處理完，他改簽了航班，明天再去接先生。你今天先休息吧。掛斷電話後，媽媽的手還在抖。媽媽，不害怕，楠楠來了，楠楠保護你們。你平復一下，我們必須立刻行動。媽媽的手指緊緊攥着我的衣袖，骨節泛白。她盯着監控錄像裡李叔剪斷剎車線的畫面，良久，她猛地抬頭，眼圈赤紅，眼淚無聲地滾落。楠楠，你怎麼會知道這些？我拉過她的手，冰涼的手指與她溫熱的掌心相貼，那真實的觸感讓我眼眶發熱。我把上一世的經歷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媽媽。雖然說的時候我還算平靜，但那些刻到骨子裡的恐懼和屈辱，還是讓我的聲音帶上了一絲無法控制的顫抖。媽媽的眼淚流得更兇了，她一把將我摟進懷裡，嘴裡不停地說着對不起，對不起。媽，都過去了，現在我們有機會改變一切。我輕輕拍着她的背，我們得冷靜下來，還有很多事要做。媽媽用力點頭，用手背狠狠抹掉眼淚，眼神裡的脆弱被一種冰冷的銳利取代。你說的對。她幾乎是立刻進入了狀態，拿出女主人的果斷。他們敢動這個心思，就別想好過。她拿起手機，撥通了張姨的電話，語氣已經恢復了往日的溫和。
甚至帶着一絲焦慮。張姐，楠楠還是不太舒服，沒什麼胃口。我記得你上次燉的桃膠燕窩，她挺喜歡，你再去多買些上好的桃膠和血燕回來，多買點，最近給她好好補補。掛掉電話，我們母女對視一眼，心照不宣，支開張儀，我們有了至少2個小時的安全時間。我們直奔3樓的主臥，打開那個嵌入牆壁的厚重保險櫃，裡面是碼放整齊的金條和幾份重要的產權文件，還有媽媽的一些頂級珠寶和爸爸收藏的幾幅價值不菲的古畫。這些不能留在這裡。我的目光掃過房間，媽媽的首飾盒旁邊放着一些之前用來哄小姨家表妹的仿真珠寶玩具，雖然粗糙，但鑲着水鑽，在绒布盒子裡乍一看也能唬人。我快步走過去，挑了幾件看起來相对貴重又逼真的假首飾，用這些替代真的，放在首飾盒下層，上面蓋一層絨布，只要不拿出來仔細看，短時間內發現不了。媽媽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圖，她找出幾個平時用來装普通首飾的空盒子，我們小心翼翼地将真的頂级珠宝一一替換出來，用軟布包好，混入準備帶走的金条中。假珠寶被妥帖地放入原處，乍一看，首飾盒依舊滿滿當當，珠光宝氣的，看起來甚是誘人。至於裡面的書法真跡，我眼神一轉，有了主意。爸爸平日裡喜歡收藏国宝级的古畫，這些畫價值千金，但是他卻更加支持我學畫。我書房裡堆積着大量練習用的宣紙，其中不乏臨摹古畫技法的草稿，雖然比例稚嫩，意境全無，但捲起來，裝進原裝的紫檀木畫盒裡，尺寸剛好。就用這些。我抱來一摞宣紙卷，和媽媽一起將價值連城的真跡換下，放入特制的防水防震畫筒。那些臨摹的草稿紙被恭敬地捲好，放入昂貴的畫盒，合上蓋子，一切如常。救命！放我出去！我被保姆放火燒死，而我燒焦的屍體卻在極寒末日爆發後無人埋葬，被野狗分食殆盡。重生後，我要反殺保姆。他們不會發現了狗急跳牆吧？媽媽有些擔憂。應該不會，張儀文化程度不高，李叔更是不懂這些，唯一要防着的就是他們的兒子李保國。但是一時半會兒，他肯定也看不出來。我盯着這些東西分析道，他們的目標是保險櫃裡的金條和珠宝，在得手之前或者確認安全之前，不會輕易動這些需要專業鑑定才能估值的畫作。而且畫作不易隱藏和變現，對他們來說，不如金條和珠寶有吸引力。清點完畢，真正的硬通貨和關鍵文件被分裝進幾個不起眼的手提袋。媽媽想拉着我收拾必需品，趕緊離開這裡，我卻搖了搖頭。媽媽，我們要冷靜，現在他們在明，我們在暗。而且距離末日來臨還有1個月的時間，足夠我們準備了。聽了我的勸慰，媽媽才突然意識到，如果這樣突然消失，對我們將是極大的不利。他們一家吸血鬼如果突然發現我們失蹤，一定會想盡一切辦法再次謀害我們，這樣我們就會失去優勢。对，楠楠，你說的有道理。那我們先把這些放去銀行的保險櫃裡。媽媽，你開我的車自己去，我的車都是我自己在開，他們沒有機會動手，我留下來再處理一下後續的事情，不能讓他們發現破綻。那你注意安全。我又叮囑了媽媽幾句，讓她派人去把西郊那套空置的別墅打掃乾淨。剛才我已經在腦海裡把家裡的空置房產想了個遍，只有西郊這處人煙稀少，位置也好，主要是配有一個超大的地下倉庫，這裡將成為我們抵抗末日的最大底氣。媽媽瞬間明白了我的意思，將西山別墅的所有鑰匙同這些珠寶首飾一起裝走。臨走之前，媽媽還是不放心，緊緊地抱着我。乖，楠楠，在家裡等媽媽，媽媽很快回來。我趴在她懷裡，乖巧地點點頭，享受這末日來臨前最後的溫情。媽媽離開後，我立馬回了臥室，鎖上門，點開外賣軟件，在附近的小飾品店裡購買了幾個仿真的紗金首飾。乍一看和真的沒有區別。外賣趕在張儀回來之前到了，我放好一切之後，時間剛好，爸爸的飛機馬上要落地了，我趕緊給爸爸打去電話。電話響了幾聲才被接起，背景音有些嘈雜，似乎是在機場的貴賓室。楠楠，怎麼這個時候打給爸爸？是不是想爸爸啦？爸爸對我說話的時候，一如既往的溫和，帶着笑意，聽得我鼻尖一酸。我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用最平靜的語氣說道：爸，你聽我說，不要問為什麼，現在立刻馬上離開機場，不要坐家裡的車，更不要聯繫李叔，打個車去西郊聽蘭苑那套空着的別墅，我和媽媽馬上也會過去，有關乎我們全家性命安全的事情，必須在今天說清楚。上一世，我的魂魄久久不願意消散，一直守着我們這個小家。我親眼看到保姆和她丈夫和兒子拿着我家的錢囤了無數吃的，在末日裡過得有滋有味。重生後，我要反殺保姆。電話那頭的嘈雜聲似乎瞬間遠去，爸爸沉默了2秒，聲音裡的笑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沉穩和凝重。楠楠，你確定你媽媽和你在一起嗎？媽媽剛去處理一些緊急事情，正在往那邊趕。爸爸，相信我一次，就這一次好不好？事情比你能想象的任何情況都要嚴重。我的語氣近乎哀求。和以往的撒嬌耍脾氣不同，
我的聲音裡還有一絲前世殘留的恐懼，夾雜着恨意，透過電波一起傳遞了過去。爸爸沒有再猶豫。好，我現在就出發，你和你媽媽注意安全，我們聽兰苑見。掛斷電話，我稍微鬆了口氣。爸爸是經歷過風浪的生意人，警惕性和決斷力都不缺，只要引起他重視，事情就好办很多。剛掛斷和爸爸的電話，我的手心裡全是汗，心臟因為緊張而砰砰直跳。最起碼我刚刚確保了爸爸的安全，這是扭轉命運的第一步。我定了定神，現在需要趕快處理家裡這個爛攤子，然後盡快和媽媽會合。我深吸一口氣，擰開臥室的門鎖，打算去廚房倒杯水，平復一下心緒，再想想接下來應該怎麼應對張姨一家毒舌。然而門剛一打開，我渾身的血液幾乎在瞬間凝固了。張姨那張堆着惡毒的臉赫然出現在我的面前，正在維持一個偷聽的姿勢。媽呀，張姨！我因為恐懼下意識地大喊了一聲，心臟跳動得更快了。我快速整理好情緒，像是被張姨突然出現嚇到，臉上出現了煩躁的表情。張姨，你嚇死我了！你是鬼嗎？走路沒有聲音。我甚至能聽到自己血液衝刷耳膜的轰鸣聲。前世被囚禁和燒死的絕望感再次席捲而來，幾乎讓我站立不穩。張姨那雙看似渾濁實則精明的眼睛正一瞬不瞬地盯着我，試圖從我臉上捕捉任何異常。她手裡還拿着一個高檔超市的購物袋，裡面隱約可見桃膠和燕窩的包裝。聽見我這樣說，張姨趕緊換上她慣有的討好表情。楠楠醒了，我這不是以為你睡着了，怕吵到你嗎？既然醒了，那你中午想吃點什麼呢？臉色怎麼這麼白？是不是還不舒服？她的語氣帶着慣有的關切。若不是重生一世，我恐怕永遠看不穿這虛偽面具下的蛇蠍心腸。我強迫自己冷靜，但是手還是止不住的顫抖，指甲深深掐進掌心，利用疼痛強迫自己迅速冷靜。不能慌，一旦露出馬腳，他和李叔狗急跳牆。在媽媽和爸爸還沒完全安全，我們還沒做好準備之前，絕對不能讓他發現，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我努力牽動嘴角，擠出一個略顯虛弱的樣子。頭還是有點暈，睡不着，想出來透透氣。張姨，你東西買好了？我一邊慢慢下樓梯，一邊用略顯沙啞的聲音問道，試圖掌握一點對話的主动權，也試探他到底聽到了多少。買好了，買好了，都是最好的。張姨跟在我身後，腳步聲不緊不慢。太太去哪裡了？我刚回来，樓下沒見着人。我找了一個聽起來非常合理的說辭。我媽出去給我買藥了。結果她依舊不依不饒地問道，家庭醫生沒過來嗎？你哪裡不舒服？要不要我幫你按一按穴位？我轉過身，臉上帶着點不耐煩和依賴。我難受得厲害，陳醫生電話又打不通，可能是正在忙。媽媽不放心，親自去藥房給我買藥了，順便再去超市買點我想吃的，讓我在家乖乖等她。這個理由合情合理，一個心疼女兒的母親，在家庭醫生聯繫不上的情況下親自出門買藥，說得過去。張姨臉上的笑容似乎頓了一下，眼神裡飛快地掠過一絲什麼，快得讓我抓不住，但絕不是單純的關切。她點點頭，哦，這樣啊，太太真是寵你啊。楠，你再去躺會兒，姨給你燉上桃膠燕窩，等太太回來就能吃了。謝謝張姨。對了，先生今天回來嗎？我有些狐疑地看向他，他被我盯得有些心虛，連忙繼續解釋。不是的，我的意思是，先生還回來吃晚飯嗎？要不要我多做一点？不用了，爸爸今天不回來了。李叔没告訴你嗎？我爸生意上有些問題，要過幾天才能回來。張姨臉上劃過一絲失望，但是瞬間被他藏起來了。哦，好，先生是做大生意的人，忙點好啊。經過一番試探，我確定張姨並不知道我剛才的電話內容，最起碼她現在裝作不知道。我沒有同她多說話，甚至巴不得立刻離開她的視線，端着水杯，假裝腳步虛浮地慢慢往樓上走。回到臥室，反手鎖上門，我背靠着冰涼厚重的實木門板，這才敢讓劇烈的喘息泄露出来。我無比慶幸爸爸當年裝修時，為了隱私和安靜，不惜重金在所有臥室都安裝了頂級的實木門和隔音材料。如果不是這扇門的隔音效果極佳，我剛才在房間裡和爸爸的通話內容，恐怕一字不落都會被門外的張姨聽了去。冷汗浸濕了後背的衣服，黏膩冰涼。我滑坐在地毯上，努力平復狂跳的心臟。不對勁，張姨的反應和出現的位置，總讓我覺得哪裡不對。不對，一定是有什麼我忽略了。張姨為什麼一回家就問媽媽去了哪裡？我一開始並沒有告訴她媽媽出門了。按照正常的節奏，媽媽這個時間應該剛做完私人護理，跟着李叔去接爸爸。一個可怕的念頭像毒蛇一樣悄無聲息地鑽進我的腦海，讓我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監控，會不會他們已經在我們一家不知道的時候裝了監控，用來監視我父母的動向，窺探保險櫃的秘密，甚至監聽我們的談話？這個想法讓我的後背瞬間冒起了冷汗。如果真是這樣，那這個家對我們而言已經沒有任何安全可言，我們的一舉一動可能都暴露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媽媽之前去銀行，我們替換珠寶和畫作。
我猛地站起来，開始在我的房間裡四處掃視，梳妝台、床頭櫃、書架、壁畫、空調出風口、煙霧報警器，任何可能隱藏微型攝像頭的地方，我都不放過。我的目光最終落在了書桌上方的空調出風口上。去年我生日時，家裡的空調莫名其妙的壞了，媽媽當時說讓張姨找工人過來修，張姨說讓李叔來幫忙看看。後來我和媽媽出去逛街回來，空調就已經修好了。現在想來，一切都有跡可循。當時媽媽還說麻煩張姨了，給了李叔和張姨一個大紅包。我走過去，對着上方的出風口看了又看，發現裡面竟然有一絲不易察覺的紅光。我記得前世的後來，極寒末日裡物資匱乏，李保國卻總能準確地知道我家哪個角落還藏着一點食物，哪個位置爸爸放了应急的錢，當時以為是他們翻找的仔細。現在想來，若有監控，一切就解釋得通了。我沒有專業工具，不敢貿然拆卸打草驚蛇，但我幾乎有7、8分確定，這個出風口一定有問題。張姨一家果然早就包藏禍心，處心積慮。就在這時，樓下傳來了門鈴聲，以及張姨快步走去開門的聲音。緊接着，我就聽到了讓我惡心又害怕的聲音：“媽，我來了，怎麼樣了？”他話說到一半，立馬被張姨打斷。我在樓上聽不清他们後面的刻意壓低聲音說的話，估計是張姨在和他密謀什麼。是李保國，張姨那個游手好閒又心思歹毒的兒子，前世就是他和他爸一起軟禁我，最後也是他親手將我推給那個流氓，換回了2袋發霉的大米。他怎麼這個時候來了？平時他很少這個點過來，除非……我悄悄走到圍欄邊，透過一角向樓下望去，只見李保國穿着一身精神小伙的穿搭，頭髮染成枯黃色，嘴裡叼着煙，正大咧咧地走進院子。他的目光不像尋常客人那樣友好的探究，反而滴溜溜地亂轉，尤其是在車庫和媽媽平時停車的位置多停留了幾秒。他果然是來確認車禍是否發生的。我頓時明白了，李叔剪了剎車線，他們一家子都在等好消息。李保國迫不及待地過來，是想第一時間看到結果，甚至是來幫忙處理後續的問題的。我的指尖冰涼，必須立刻離開這裡。李保國來了，如果他和張姨交流後起了別的心思，而我這個所謂的病號又獨自在家，他們可能要採取更激進的手段。我不能再待在房間裡坐以待斃。媽媽應該已經到銀行了，爸爸也在去西郊別墅的路上。我得快點找一個合適的理由離開這裡。我大腦快速思考着，手機震動了一下，是媽媽發來的信息：囡囡，東西已存好，我已趕往別墅。你爸爸剛剛已經安全上車，已經和我取得聯繫。你那邊怎麼樣？務必小心。媽媽和爸爸都暫時安全了。我心中一塊大石頭落下。我快速地回復了媽媽的信息，怕她擔心則亂。我刻意隱瞞了現在棘手的情況。放下手機，我深吸一口氣，刻意將頭髮揉亂，讓自己看起來更憔悴些。樓下，張姨正在廚房，李保國則翹着2郎腿坐在客廳沙發上，拿着遙控器胡亂換着台，眼神卻不時瞟向樓梯方向。看到我下來，李保國眼睛一亮，在沙發上瞬間起身。雖然看起來還是規規矩矩、客客氣氣的，但是他眼裡那種打量貨物般的眼神讓我胃裡一陣翻騰。他扯出一個自以為帥氣的笑容：“喲，大小姐今天沒出去玩，臉色這麼差，生病了？”我忍住惡心，虛弱地靠在樓梯扶手上，對廚房方向說：“張姨，我好像有點發燒了，渾身發冷，媽媽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我同學剛給我打電話，讓我去他家。他媽媽是醫生，離得不遠。”聽到我提出要離開，廚房裡的張姨立刻擦着手走了出來，臉上堆着笑，眼裡卻閃過一絲精明與算計。囡囡發燒了，哎呀，這可不能耽擱。她快步走過來，伸手想探我的額頭，我下意識地偏頭躲開，臉上沒控制住，帶了些厭惡的表情，動作有些明顯，氣氛瞬間凝滯了一下。我趕緊側過身，準備去門廳穿鞋，聲音更沙啞了些：“可能是着涼了，頭疼得厲害，身上一陣冷一陣熱的。我想去琳琳家，讓她媽媽給開點中藥，吃點藥，睡一覺應該就好了。”張姨的手停在半空，臉上的笑容也僵住了，眼神和李保國飛快地對視了一下。“你看你這孩子，躲什麼？阿姨還能害你不成？”他嗔怪道。眼看我要出門，張姨擋在我面前，故作擔憂：“太太去買藥了，那也應該快回來了呀。你這自己出去，阿姨怎麼放心？燒得厲害嗎？要不阿姨陪你去？”我連忙搖頭：“不用了，張姨，你趕緊把桃膠燉上吧，媽媽回來肯定要吃的。我就去琳琳家，幾步路，打個車就到。”這時，一直沒怎麼說話的李保國出現在我身邊，和張姨左右夾擊，隨後咧嘴一笑：“囡囡，這外面天看着陰陰的，怕是要下雨。你一個病人，自己打車多不方便。反正我也沒事，我送你過去吧。正好也去看看琳琳，好久沒見了。”他的話讓我胃裡一陣翻湧。去看琳琳？他根本連琳琳全名叫什麼都不知道。前世他就用這種看似熱心實則令人作嘔的嘴臉，一步步蠶食我的信任，最後將我推入深淵。我想拒絕，話到嘴邊卻嚥了回去。張姨和李保國母子倆，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看似關切，實則是想把我控制在他們的視線範圍內。如果我堅持獨自離開，反而會加重他們的疑心。
我們的計劃才剛剛開始，此刻絕不能打草驚蛇。電光石火間，我在大腦裡飛快地權衡利弊，讓李保國送，雖然危險，但至少是在相對開放的環境下，他不敢明目張膽做什麼。我強壓下心頭的恐懼和惡心，臉上擠出一絲依賴和無奈。那就麻煩保國哥了，我確實覺得有點暈，自己走可能真不行。嗨，跟我還客氣啥？李保國立馬拍了拍胸脯，走吧，我車就在外面。張姨也一臉放心了的表情，叮囑道：保國，開車穩當點，把囡囡安全送到，到了給媽發個信息，囡囡看完醫生早點回來，燕窩我給你燉得稠稠的。知道了，張姨。我低聲应着，不再看他們任何一人，轉身慢慢走向門口換鞋。我能感覺到身後2道目光像粘於身上的粘液一般，緊緊粘在我的背上。李保國開的是一輛不知道幾手的銀色轎車，車身有些髒，裡面彌漫着一股劣質煙味。大小姐，坐穩嘍！李保國發動車子，引擎發出不太順暢的轟鳴。果然，開出不到10分鐘，在一個紅燈前停下時，他貌似隨意地開口了：我聽我媽說，叔叔今天不回來了，生意上的事兒很麻煩嗎？我心中冷笑，面上卻露出擔憂和一絲抱怨。是啊，爸電話裡說挺棘手的，好像是什麼供應鏈出了問題，對方公司卡着不放，他得留在那邊親自處理，可能還得2、3天吧。我故意把時間說得模糊且稍長，給他們一種獵物暫時不會回來的錯覺，這樣既能暫時穩住他們，也為我們爭取更多準備時間。哦，這樣啊。李保國點點頭，手指無意識地摩挲着方向盤。叔叔也真是不容易，那麼大產業都得他一個人操心。那阿姨呢？怎麼沒在家照顧你，還自己出去買藥了？我爸沒跟着。問題接踵而至，每一個都指向我父母的行蹤。我心底的警鈴大作，但聲音依舊保持着那種生病帶來的沙啞和無力。媽媽本來要等陳醫生的，但陳醫生手機關機，他看我难受的直哭，就坐不住了，出門着急就没喊李叔。李保国的眉毛挑动了一下，隨即又恢復正常。嗨，我爸也是，關鍵時刻總掉鏈子。那阿姨一個人出去的，她自己……保國哥，我有點不舒服，我眯一會兒了。我趕緊開口打斷了他喋喋不休的追問。哦。李保國應了一聲，眼神看向前方變換的綠燈，踩下油門，車子駛過2個街區，距離琳琳家的小區越來越近。就在我糾結怎麼擺脫李保國的時候，琳琳家小區門口的保安把李保國攔住了。您好，外來車輛不可進入。李保國回頭看了我一眼，下車和保安解釋，我趁機跟在他後面下車。王哥，我来找琳琳。我輕車熟路的和保安打着招呼，保安看見我下車，立馬迎上來，皺着眉頭看了看李保國和他的車，似乎在糾結我和他的關係。王哥，這是我家阿姨的兒子，我不太舒服，來找阿姨拿藥，我先進去了。好在之前我經常來找琳琳，琳琳家是高檔小區，住的人非常少，琳琳又經常給保安一些自己用不上的小東西，讓我混了個臉熟。哎，囡囡，你自己進去嘛，我送你吧，我把車停好。李保國看着我要自己進去，心裡有些着急，趕緊上前想要拉住我。我皺着眉頭，有些不耐煩。保國哥，你先回去吧，我拿了藥就回家，一會兒我媽應該就回家了，你回家幫幫張姨。一旁的保安王哥看見我的表情，似乎察覺到了不對勁，趕緊攔住李保國。哎，你這人怎麼回事？我說了，外來人員不可入內。王哥一邊攔着李保國，一邊給我遞眼色。我趁機溜了進去，獨留李保國一個人在外面和王哥爭辯。我聽着爭吵聲越來越小，心裡懸着的一塊大石頭終於落下了。我熟門熟路地繞到小區的另外一個門，反覆回頭確認李保國沒有跟上來，這才打開手機軟件叫了一個網約車，飛快地往西郊別墅趕去。車子發動後，我緊繃的神經才徹底放鬆了下來。剛才每一步都太險了，我需要盡快和爸媽會合，商量一個合適的對策。到了聽蘭苑，我按照媽媽發的短信找到了鑰匙的位置。我剛關上門，就聽到樓梯傳來急促的腳步聲。囡囡，媽媽從2樓跑下來，臉上寫滿了擔憂和後怕，一把將我緊緊抱住。你終於來了，嚇死媽媽了。路上怎麼樣？張姨他們有沒有為難你？感受到媽媽懷抱的溫暖和微微的顫抖，我回抱住她，輕聲安慰：媽，我沒事，你看我這不很好嗎？爸爸呢？一邊說我一邊轉了一個圈，看見我這樣，媽媽才放鬆下來。爸爸站在窗前，背影依舊挺拔，但轉過身時，眉宇間是化不開的凝重和一絲尚未完全消退的驚怒。他顯然已經從媽媽那裡知道了大致情況。囡囡，過來，坐下，快和爸爸說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爸爸的聲音很平靜，但越是平靜，我越能感受到他心底的怒意。我們3人圍坐在書房的沙發上，我抿了一口媽媽遞來的溫水，將重生以來發生的所有事情，包括前世3年的悲慘經歷，保姆一家的陰謀。我發現家裡可能被安裝了監控，以及剛才如何擺脫李保國，事無巨細地告訴了爸爸。爸爸全程沒有打斷我，只是在聽到我被出賣，
在極寒中掙扎求生時，他的拳頭緊緊攥起，手背上青筋突起。媽媽則一直緊緊握着我的手，眼淚無聲地流淌。爸爸的眼眶裡蓄滿了淚水。中年男人的倔強讓他強忍住了，但是看向我時眼裡有濃濃的心疼。爸爸緊緊地抱住我，我能感受到爸爸的眼淚砸在了我的後背上。從爸爸的懷抱裡離開，再看爸爸的眼神已經恢復了商界大佬特有的銳利和冷靜，只是那份冰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深刻。也就是说，還有整整1个月，全球性的极寒末日就会降臨，气溫會降到零下90度，甚至更低，現有社會體系會徹底崩潰。是的，爸爸。張儀一家不僅是謀財害命的兇手，還是我們身邊隨時會引爆的炸彈。對。爸爸點了點頭，仿佛做出了某個重大決定。他看向我和媽媽，眼神堅定。既然上天給了我們重來一次的機會，給了我們預警，那麼第一，確保我們一家絕對安全；第二，為即將到來的末日做好萬全準備；第三。他停頓了片刻，咬了咬牙後繼續說道：讓該付出代價的人付出他們應有的代價。媽媽也跟着附和，看向我的時候，眼裡仍然充滿了心疼。前世，爸爸媽媽猝然離世，留下我一個人孤立無援。這一世，有他們在，我們就有主心骨，有與命運、與敵人抗衡的最大底氣。爸媽，我們現在有幾件緊急的事情需要立刻處理。我整理思路，快速說道：第一，確認並清除家裡的監控設備。我懷疑不止我房間有，可能客廳和書房，甚至你們的主臥都有。而且不能讓他們發現我們已經警覺，所以我們需要回去一趟，演一場戲，同時找專業人士徹底排查。爸爸頷首：這個我來安排。我有信得過的安保公司，做電子偵測和反監聽是一流的，可以讓他們以定期安全巡檢的名義上門。第二，物資儲備，這是重中之重。極寒會持續至少3年，食物、水、能源、藥品、防寒物資、工具，甚至精神需求品，都需要大量的儲備。西郊這裡位置偏，人少，這個地下倉庫規模很大，但需要改造，加強保溫、安全和隱蔽性。媽媽接過話頭：物資採購清單我來擬，生活必需品和食物方面我比較熟，但是像發電機、燃油、專業的防寒設備、武器這些可能需要我們再另外想辦法。我掏出手機和爸媽分享了自己在路上的時候準備的物資清單。經過上一世的教訓，我大概能夠清楚極寒末日來臨需要重點關注的物資有哪些。爸媽看向我的眼神變得溫柔又心疼，就連平時有些嚴厲的爸爸此刻也變得慈愛起來。他拍拍我的頭，再開口，嗓子有些沙啞：奶奶，你受苦了，這一次爸爸一定保護好你。爸爸的行動力滿分，第二天就全款買了2輛全新的性能越野車，順便改裝了防滑輪胎。奶奶，你的車我們回家的時候開，這樣不會讓他們起疑。這2輛車我和你媽媽準備物資的時候開，購買物資這件事不能假手於人，只能我們自己解決。我點點頭，爸爸思慮得很周全。在這期間，張姨給我媽打了幾個電話，追問我們為什麼還沒回去。我媽說帶我去泡藥湯強身健體，再帶我去買點衣服包包，這幾天住酒店裡，大概需要2-3天再回家，讓張姨照顧好家裡。張姨嘟囔了幾句，我媽立刻拿出了女主人的架勢，呵斥幾聲後，張姨便立馬堆笑。掛斷電話之前，我在媽媽的手機裡又聽到了李保國的聲音，他似乎在氣急敗壞地說髒話，可是我來不及細想那麼多。1個月的時間太緊了，我必須要加快步伐。首先要保證我們一家人在末日中活下來。在爸爸的聯繫下，一家頂級安保公司的團隊以為年度 SVIP 客戶安全檢查的名義上門。根據他們實時提供的視頻顯示，是張姨開的門。看到穿着制服的專業人員時，明顯愣了一下。林先生同志的每年例行的安全系統升級和檢查。領隊出示了工作證和爸爸的電子授權書，並且提供了相關的手續。張姨只得讓他們進來，但是眼神裡卻閃過一絲不安。趁着工作人員套鞋套的功夫，他偷偷躲到了廚房。我猜他應該在打電話通風報信。果不其然，安保團隊的信號探測儀立刻捕捉到了他的通訊頻率。目標正在向外發送信息，內容是：突然來了安保檢查，情況不明。監聽耳機裡傳來工作人員的實時匯報。在別墅遠程監控的爸爸冷笑一聲，隨即吩咐道：讓他打出去，正好看看他和誰聯繫。與此同時，最重要的行動正在地下倉庫展開。爸爸找來了他的老戰友趙叔，常年的戶外經驗讓他皮膚黝黑，但精氣神卻十分的足。他看完倉庫結構，只說了3個字：夠用了。但是有些地方需要改進，保溫層要加厚到能抵抗零下100度極端低溫，通風系統要有3重過濾和偽裝出口，獨立的發電系統，還有水循環淨化。安全屋要隱藏在倉庫內部，用至少30厘米的軍用鋼板。趙叔一邊測量一邊口述要求，助手飛速記錄。老趙，時間只有4周。爸爸聽見他這樣事無巨細，怕耽誤時間，開口提醒道：2周就能搞定，還有1周做壓力測試。趙叔頭也不抬，不過有些材料需要特殊渠道，費用不低。錢不是問題，
安全和速度第一。另一邊，我和媽媽已經開始第一輪採購。我們沒有選擇去大型超市，而是分散到了城市各個角落的中小型批發市場、藥店、五金店。媽媽戴着假髮和墨鏡，盡量用現金支付，每次採購量控制在合理範圍內。20箱罐頭，30袋大米，10箱壓縮餅乾，大量食鹽和白糖。這些物資被直接送到趙叔提供的幾個中轉倉庫，媽媽再用爸爸買的越野車秘密轉運到西郊。我則專門負責採購容易被忽視但至關重要的物品，用來查漏補缺。第3天，安保公司的報告出來了。林先生，您家中共發現7個隱藏攝像頭和3個竊听器，其中主臥2個，書房2個，客廳1個，大小姐房間1個，廚房1個。竊聽器分別在客廳電話和書房座機和主臥床頭。爸爸臉色鐵青。能確定安裝時間嗎？根據灰塵堆積和機器型號粗略估計，大部分安裝在1年前，最新的是1個月前安裝在大小姐房間空調出风口的。反向监聽呢？已經成功植入，這是過去72小時張秀蘭一家的通訊記錄和內容摘要。報告顯示，張姨不僅和丈夫兒子頻繁聯繫，還和一個備註為龍哥的人有多次通話。這個龍哥，爸爸指着報告上的名字，查出來是誰了嗎？本地一個有點勢力的中間人，專門幫人處理髒活，需要我們進一步調查嗎？不用了。爸爸眼神冰冷，知道是誰就夠了。繼續監聽，有新動向隨時通知我。爸爸，那他們豈不是已經聽到我那天在書房裡和媽媽討論的事情，會不會已經暴露了？爸爸拍拍我的手，讓我冷靜。開口說道：我猜他們不可能每天時時刻刻盯着監控和竊聽，這幾天發生的事情他們應該還沒有來得及聽，所以我們得趁他們還沒有意識到回家一趟。我點點頭表示同意。確實如此，根據李保國那天的表現來看，他們應該是還不知道我們的動作，但是時間長了就不好說了。還有龍哥，我在腦海裡反覆回憶，始終沒有在上一世的記憶裡找到這個人的名字。難道他們到最後分贓不均，內訌了？不對，我立馬否定了自己這種想法。上一世的時候，雖然我被李保國囚禁在儲藏室裡，可是我能聽見他們每天的動靜，沒有提到龍哥這個人。看來他們在和這個龍哥合作的時候出了岔子，那這個人可以被我們利用起來。我把心中的猜想告訴了爸爸。與此同時，我想起了一個人，一個最終奪去我性命的關鍵人物——刀疤。這個地痞流氓，上一世用2袋發霉的大米把我像個貨物一樣買過來，每天對我非打即罵，侮辱至極。一想到他，我就恨得牙癢。楠楠，我知道你在想什麼，放心吧，爸爸不會放過他的。按照你的描述，我已經派人私下裡在找他了，找到他，我會第一時間通知你。爸爸，我有些哽咽，心中滿是對刀疤的恨意。這一次，我要親手解決了他，讓他也體驗一把叫天不靈，叫地不應的感覺。聽蘭院的改造工作如火如荼地進行着，趙叔不愧是退役特種兵，手下工程隊的辦事效率快得驚人。地下倉庫被分割成數個功能區、起居區、倉儲區、設備區、醫療區，牆體加裝了軍用級別的保溫材料。通風系統採用3重過濾，出口偽裝成廢棄的排水管道。水循環系統已經裝好了。趙叔指着圖紙，這套系統可以從空氣中提取水分，淨化為飲用水。發電機組是德國進口的，功率足夠供應整個地下空間3年不間斷運行。燃油儲存室在這裡做了防爆處理。爸爸仔細地檢查着每一個細節，生怕遺漏了什麼。食物儲備進展如何？媽媽在身後遞上清單：大米和麵粉各500袋，罐頭1000箱，壓縮餅乾300箱。各類乾菜、調料、維生素補充劑足夠5年用量。藥品方面，抗生素、止痛藥、慢性病藥物都備齊了。我還聯繫了幾個農場，訂購了活雞和兔子，到時候可以在地下養殖區繁殖。我看着日漸完善的避難所，心中稍安，但刀疤那張狰狞的臉始終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爸，刀疤那邊有消息嗎？爸爸放下手中的图紙，表情嚴肅。找是找到了，他在城東的旧貨市場有個攤位，平時做點小偷小摸的勾當，手下有7、8個混混。但是我派人盯了他3天，只發現他和張姨的兒子李保國有過1次接觸，其他的再沒动靜。我心頭一驚，他們竟然早就認識。目前看應該是這樣。爸爸冷笑，你上一世的遭遇恐怕也不是臨時起意的買賣，而是早有預謀的合作。我倒吸一口涼氣，難怪李保國那麼輕易就把我賣了。原來他們從一開始就商量好了。我已經安排好人了。爸爸眼中閃過一絲狠戾。等我們處理完張姨一家，就輪到他了。楠楠，你放心，爸爸不會輕易放過他，所有傷害過你的人都要付出代價。媽媽擔憂地握住我的手。我們先集中精力應對眼前的危機。這個刀疤先派人盯着，我們如果解決了張姨一家，他也就成不了什麼氣候了。別忘了，張姨一家還在別墅等着我們呢。按照我們提前的規劃，3天後我們返回了別墅。回家那天，天氣陰沉的可怕，雲層低低地壓在城市上空，空氣中彌漫着一股說不出的壓抑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我總覺得溫度比往常低了些。
恐怕這一世的末日來得要更早一些了。我們的車剛駛入別墅區，我就看到張姨站在門口張望，她臉上堆着慣有的假笑，但眼神裡卻透着一絲焦躁。看見我們回來，她才放鬆下來。太太、先生、楠楠，你們可回来了。张姨小跑着迎上来，語氣和神態都略顯誇張。這幾天我一個人守着這麼大房子，心裡總是空落落的。媽媽優雅地下了車，隨手將包遞給她。辛苦你了，張姐。楠楠身體還是不太好，醫生說需要靜養。我們打算回鄉下老宅住一段時間。為了配合媽媽的說辭，我特意咳嗽了2聲。張姨臉上的笑容僵了一瞬。回鄉下去多久啊？大概1個星期吧。爸爸從後備箱取出行李箱，準備去裝些常用的衣服，而後不經意地說：“正好也去看看老家的親戚，這段時間家裡就拜托你們照看了。”我們？張姨眼神閃烁。是啊。爸爸拍了拍他的肩膀，語氣親切，卻帶着不容置疑的威嚴。老李開車穩當，你又伺候了我太太這麼多年，家裡交給你打理，我放心。這次我們自己開車回去，不讓老李送了，讓他和你一起看家吧。張姨不敢對爸爸質疑，只好连连點頭。先生放心，我一定寸步不離。我心裡冷笑，寸步不離，怕是巴不得我們趕緊走吧。進屋後，我假裝在找東西，快速地把家裡翻看了一遍。安保公司已經清除了所有监控設備，並在關鍵位置安裝了我們的反監控装置。此刻，張姨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的監視之下。果然，我們刚上樓收拾行李，張姨就鬼鬼祟祟地溜進了廚房。我打開手機上的監控軟件，清晰地看到她撥通了一個電話。他們回來了，說要回鄉下住1個星期。對，保險櫃沒動。知道了，我會盯緊的。掛斷電話後，張姨從口袋裡掏出一把小鑰匙，嘴角勾起一個得意的弧度。那鑰匙我認識，是書房古董櫃的備用鑰匙，爸爸平時把它放在玄關抽屉裡，沒想到竟然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他偷配了。我悄悄給爸爸發了條信息：魚咬鈎。爸爸回復：按計劃行事。半小時後，我們拖着行李箱下樓。媽媽特意當着張姨的面，把幾個首飾盒放進隨身的包裡。這些是我媽留下的老物件，不值什麼錢，但對我的意義很重要，還是愛在身邊放心。媽媽嘆了口氣，現在這世道真是越来越不太平了。張姨，你在家守着，可千萬看好書房，不要讓其他人進去。張姨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些首飾盒，喉頭不自覺地滾動了一下。太太说的是，貴重物品還是隨身帶着好。書房，好的，書房我一定緊緊鎖上。我們走出別墅時，司機老李已經把車開到門口。他恭敬地拉開車門，臉上掛着職業性的微笑。但我注意到他的目光飛快地掃過我們的行李，尤其是在幾個沉重的箱子上多停留了幾秒。先生，直接去機場嗎？真的不用我送你們嗎？你自己開車累不累？老李不死心地問道。不用了，我們打車更快一些，一會兒車就到了。我先去公司一趟，我還有些文件要處理。爸爸拒絕了他開車的請求，又看似隨意地說道：老李，這段時間你就住家裡吧，車庫裡那輛備用車的鑰匙在玄關抽屜裡，萬一我有什麼急事，安排你去做，方便你出門。隨後又刻意交代了幾次，一定讓老李看好書房，絕不允許外人靠近，甚至提出回來之後會給他和張姨包大紅包。謝謝先生，您放心，我一定守好家。老李聽見爸爸這樣說，臉上閃過一絲喜色。爸爸提前安排好的車子慢慢駛離別墅，我從後視鏡裡看到張姨和老李站在門口，目送我們離開。兩人的背影靠得很近，似乎在低聲交談什麼。我們快速回了聽蘭苑，趙叔的改造工程比預想的要快很多，現在已經基本完工。老趙，這段時間辛苦你了，一點心意你一定要收下。爸爸把一沓厚厚的紅包遞給趙叔，趙叔推脫了幾次便收下了，畢竟沒有什麼比錢能堵住別人的嘴。送走趙叔後，我和媽媽馬不停蹄地雇了幾個外地來討生活的工人，把我們之前儲備好的物資都搬回倉庫，還有一小部分留在了我們購買的一個冷庫裡，那裡儲存了一些凍肉和凍魚，是我上一世眼看着刀疤藏在冰櫃裡的東西，而我最後則是被他用這些東西折磨致死，這一世我要一五一十地還給他。我們收拾好所有的物資，分門別類，確保這些物資能夠讓我們3個人在末日裡生存10年。而監控裡顯示，此刻空無一人，張姨和老李似乎還沒有開始動手。他們現在應該迫不及待了。剛才我聽見張秀蘭打電話了。爸爸冷哼一聲，坐進監控台前的椅子裡。媽媽也坐了下來，緊緊握着我的手。我們的目光都聚焦在書房的畫面上。果然，沒過多久，書房的門被輕輕推開了一條縫。張姨那張警惕的臉探了進來，左右張望了一下，顯然是做賊心虛。確保沒人後，她才側身閃入，身後跟着老李，最後是一臉興奮的李保國。媽，快看看！李保國搓着手，眼睛放光地掃視着書房，最後定格在牆壁上的保險櫃上。老李則顯得謹慎一些，他先是走到窗邊，拉上了厚重的窗簾，然後又檢查了一遍門口，這才低聲開始說話。小心點，林江海心思縝密，說不定留了後手。怕什麼？張姨此刻完全沒了平時的卑躬屈膝，臉上帶着貪婪和凶狠。
監控都被我們處理過了，現在這房子裡就咱們仨。快點，保國，你不是說認識個開锁的嗎？趕緊打電話。李保国掏出手机拨了個號碼。喂，龙哥，是我，保国。对，人走了，按你說的，店员都切了，您看什麼時候方便過來一趟吧？放心，東西絕對硬，開價好說。龍哥果然是這個人。我看向爸爸，爸爸的臉色陰沉的可怕，似乎是在强忍着怒氣。監控裡，張姨一家人也沒有閒着干等，他們開始翻箱倒櫃，辦公桌的抽屜和書架上的摆件，甚至牆上的装飾畫後面，都被他們仔細摸索了一遍。媽，你看這個。李保国從書桌最底層的抽屜裡翻出一個絲絨小袋，倒出來一看，是幾枚古錢幣和一塊品相不錯的玉佩。這個應該也能值點錢。張姨接過來看了看，塞進自己口袋裡。別光顧着這些小玩意兒，重點是保險櫃裡面的金條和那些畫才是大頭，還有太太的首飾，她的那些珠宝总不能全都带走了。老李皱眉，哎呀，爸，你太小心了。李保国不以为然，他們走得急，哪能收拾得那麼快？再說了，那麼大個保險櫃，肯定放了更加值錢的。等龍哥來了，打開就知道了。張姨也附和，就是姓林的做夢也想不到，我們會在他眼皮子底下動手。等咱們拿了東西遠走高飛，到時候山高皇帝遠，誰還找得到咱們？他們的对話一字不落地傳了過來，媽媽氣得渾身發抖。畜生，一群餵不熟的白眼狼。大約過了2個小時，一輛沒有牌照的黑色面包車悄無聲息地停在了別墅後門。一個穿着黑色夾克、戴着鴨舌帽和口罩的男人下了車，左右看了看，快速閃進了別墅。龍哥來了。李保國興奮的聲音從監聽器裡傳來，我們3個人同時精神一振，緊緊盯着書房畫面。被稱為龍哥的男人個子不高，但動作很利落。他進門後幾乎沒有寒暄，直接走向保險櫃，從隨身的工具包裡掏出各種專業工具。掌紋鎖，高級貨。龍哥的聲音有些沙啞，他仔細檢查着保險櫃的鎖具。有點麻煩，需要點時間，而且強行破壞可能會觸發報警裝置。報警裝置肯定沒電了，電源都切了。龍哥沒理他，拿出一個看起來像平板電腦的儀器，連接上保險櫃的電子鎖接口，開始操作。時間1分1秒過去，書房裡只剩下儀器輕微的滴答聲和幾個人粗重的呼吸聲。我們這邊也屏住了呼吸，雖然知道他們即便打開了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但是莫名就是很緊張，生怕哪個環節出了岔子。大約過了20多分鐘，龍哥停下了動作，直起身，搖了搖頭。不行，這鎖有物理防護層，電子破解繞過不了，需要掌紋，除非把整個鎖芯拆下來，但那動靜太大，而且可能需要特殊工具，我這裡沒有。啊，那怎麼辦？龍哥，你想想辦法，錢不是問題。龍哥瞥了他一眼，眼神裡帶着不屑。錢？你有多少錢？這種級別的保險櫃，強行拆解的風險和成本都很高，而且就算拆開了，裡面的東西萬一有自毀裝置呢？那我們就白忙活了。李保國的聲音充滿了失望和不甘。老李相對沉穩，他只是稍微失落了一下，便繼續追問道：龍哥，除了強行拆解，還有別的辦法嗎？比如找到掌紋？掌紋？除非你們能把林先生本人請回來，還得讓他心甘情願地把手放上去。書房裡陷入一陣令人窒息的沉默。張姨一家3口面面相覷，臉上寫滿了焦躁和貪婪無法得逞的惱怒。李保國狠狠踹了一腳旁邊的椅子。到嘴的鴨子還能飛了？不一定。龍哥突然開口，他環視了一下書房，目光落在書桌後面的老板椅上。這種掌紋鎖通常會有應急的機械鑰匙孔，隱藏在非常隱蔽的位置，防止電子系統完全失效。如果能找到鑰匙孔，用特制的萬能鑰匙，也許有機會。鑰匙孔在哪裡？張姨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找這種鑰匙孔很麻煩的，價錢嘛。龍哥故意停頓了一下，意思不言而喻。龍哥，您快開吧，價格我們都好說，您說個數，我們絕對說1不2。李保國是個人精，立馬聽出了龍哥話裡的意思，趕緊遞給龍哥一個紅包。龍哥搓了搓手指，這才滿意，衝着對面走過去，示意李保國把老板椅挪開。他蹲在保險櫃前，用一個小手電仔細照射着保險櫃門的邊緣，手指細細摸索。在這裡。幾分鐘後，他指着一個幾乎與櫃門表面齊平、顏色也完全一致的小小凹槽說道：高檔貨就是好，這個東西非常隱蔽，而且需要特定的角度和壓力才能觸發開啟。那萬能鑰匙呢？你有嗎？龍哥從工具包裡又拿出一個細長的金屬盒，打開，裡面是幾十把形狀各異的細小鑰匙。他挑出幾把，輪流嘗試插入那個小孔，並小心地調整角度和力度。咔嚓一聲極其輕微的擊擴聲響了起來。開了！李保國差點歡呼出聲。張姨和老李也湊了上去，臉上露出狂喜。龍哥卻示意他們後退，他自己也謹慎的沒有立刻拉開櫃門，而是又拿出一個小型探測儀，在櫃門縫隙處掃描了一下，沒有發現明顯的電子或化學警報殘留，應該安全了。他這才握住把手，緩緩拉開了厚重的保險櫃門。
保險櫃內部的空間展現在監控畫面中，也展現在張姨一家和龍哥眼前。上層是碼放整齊黃錚錚的金條，在書房昏暗的光線下依然折射出誘人的光芒。中層是幾個紫檀木的畫盒，以及幾個絲絨首飾盒。下層則是一些文件袋。發財了，發財了！李保國第一個撲上去，抓起一根金條放在嘴裡咬了一下，然後發出狂笑。張姨也激動得滿臉通紅，顫抖着手去拿那些首飾盒。隨後他們好像意識到了什麼，趕緊收手。李保國把龍哥拉到一邊，想要快點結錢好打發走龍哥。龍哥，這趟辛苦你了，這是報酬，您看一下。龍哥的臉上瞬間充滿了狠厲。怎麼這麼快就想卸磨殺驢嗎？裡面的貨我可看清楚了，見面分一半。我不說多了，你們得給我這個數。龍哥在李保國面前比劃了一個8。8万？我在屏幕前發出疑問。成，8萬就8萬，我轉你微信上。龍哥卻把李保國的手壓下去，摇了摇頭。再加個0。80萬！老李和張姨頓時驚呼出聲。且不說他們有沒有那麼多錢，就算有，也不能這樣一般獅子大開口。怎麼想賴賬？如果不同意，我就把它關上。至於林先生那邊怎麼說，我這個人嘴可沒有個把門的。李保國他們一家3口連連搖頭。3個人又對上頭，又看了一眼保險櫃，似乎是下定了某种決心。一口價50萬，我們只有這麼多了，你不要的話就1分沒有。李保國身上那股流氓勁又上來，倒是看起來比龍哥更嚇人。龍哥看了一眼，眼珠子轉了一下，似乎是看出什麼端倪，不想和他們多糾纏，便同意了。李保國把龍哥送出門，確保他走了才回來。媽爸，發財了！我就說這家人好下手吧，快清點一下。他壓低聲音，但興奮地直搓手。張姨已經將那些金銀珠寶抓在手裡，沉甸甸的手感讓他臉上的貪婪幾乎要溢出屏幕來。老李則更謹慎些，他拿起一個首飾盒打開，裡面是一條鑽石項鏈，在燈光下折射出璀璨的火光。只可惜那是我從網上買來的高仿水鑽。這成色真不錯，和大小姐平時戴的一模一樣。老李眯着眼，他不懂珠寶，只覺得閃亮的就是好東西。那是當然，林家大小姐用的能是次品？張姨一把夺過项鏈，掛在自己脖子上比劃，仿佛已經看見自己出入上流社会的場景。畫，看看這些畫。李保國對藝術品一竅不通，但他聽說過古董字畫價值連城。他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個紫檀木畫盒，打開，抽出裡面捲着的宣紙。這東西能值多少？他咽了口唾沫。肯定比金子還貴。張姨斬釘截鐵，趕緊收拾，別磨蹭了，免得夜長夢多。3人手忙腳亂地將保險櫃裡的東西分裝進幾個不起眼的旅行袋和背包裡。先離開這兒。老李到底更老成一些，回咱們租的房子慢慢處理。他們做賊心虛，也不敢開我們留在家裡的車，而是叫了一輛網約車，將幾大包贓物運回了位於城中村的自建出租屋。接下來幾天，便是他們四處碰壁的開始。第一天，李保國找到了一個回收黃金的店鋪，老闆是個精瘦的老頭，戴着眼鏡，拿着李保國遞過來的金條掂了掂，又用指甲掐了一下，隨即丟回櫃檯，嗤笑一聲，臉上充滿鄙夷。小伙子，拿鍍銅的玩意兒糊弄我，這手藝，地攤上20塊錢一根，我忙得很，沒時間陪你鬧，快走。什麼？鍍銅？你看清楚了，這可是……李保國急了，老頭不耐煩地揮手。走，別耽誤我做生意，真要賣，按廢銅價成，愛賣不賣。李保國漲紅着臉，抓起金條，罵罵咧咧地離開。張姨在門外等着，見狀心裡一沉。第二次，他們找了一家典當行，這次他們學乖了，先拿出了那串鑽石項鏈。店主是個中年女人，用放大鏡仔細看了半晌，又用儀器測了一下折射率，抬頭時眼神冰冷。合成的，也就是高級點的玻璃，工藝倒是不錯，可惜不值錢，當工藝品收，最多300。300？你開什麼玩笑？這可是送客。店主打斷他們後面的話，不再理會。第3次，他們找了一個黑市上的古董販子，在一間堆滿破舊瓷器的昏暗房間裡，販子展開那幅秋山問道圖，只看了一眼，就捲起來扔回給李保國。仿的還是入門水平，只是做舊的，莫是新磨的。這畫兒糊牆都嫌寒碜。販子點了根煙，似笑非笑。我說幾位，哪兒弄來的這些寶貝？被人坑了吧？連續受挫，讓張姨一家從狂喜的雲端跌入冰窟。出租屋裡彌漫着絕望和焦躁的氣息。假的，都是假的，不可能！林江海那麼有錢，保險櫃裡怎麼會放假貨？張姨歇斯底里地撕扯着那些珠寶首飾。除非……老李臉色灰白，癱坐在破舊的沙發上。除非他們早就發現了，這是給我們下的套。這個念頭讓3人不寒而慄，但貪婪很快壓過了恐懼。就算是套，我們也得把東西變成錢。那麼多東西，總有識貨的。或者我們去找龍哥，他路子廣，應該有辦法的。找他，再被他敲一筆，50萬的教訓還不夠嗎？
就在他們一筹莫展、垂头丧气到互相埋怨的时候，李保国的手機收到一條陌生號碼發來的短信：回收二手奢侈品，不問來路，不驗貨，現金交易，價格包你滿意，有意聯繫。短信後面附了一個加密通訊軟件的賬號。爸媽，你們看！李保國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老李拿過手機，眉頭緊鎖。太巧了，會不會是下的套？下套還會這麼發信息，還不問來路？試試，萬一是真的呢？反正咱們現在也沒有別的辦法了。他們商量了一下，用李保國的賬號添加了對方。對方頭像是一片漆黑，昵稱還是空白的。通過驗證後，對方言簡意賅，貨清單、照片。李保國趕緊發了照片和大概的数量，但是為了以防萬一，李保國虛報了一些。對方很快回復，總價300萬，同意，先付50%定金，到貨付尾款，地址發來，自有人取貨。300萬，儘管比他們預想的一夜暴富少了很多，但對此刻山窮水盡的三人來說，無疑是天文數字。同意，我們同意。李保國激動的聲音都變了調。等等，老李還有最後一絲警惕。先付定金，怎麼付？會不會是騙子？對方似乎料到有此疑問，直接發來一張電子銀行轉賬截圖，上面顯示一筆150萬的款項，正從某個海外賬戶匯出，收款人信息被模糊處理，但賬面上的數字清晰又刺眼。定金已安排，24小時內到你們指定賬戶，收到款按地址送貨，別耍花樣。看到截圖，張毅一家最後一點疑慮也被貪婪吞噬了。他們提供了李保國名下的一張不常用的銀行卡，並且要求尾款用現金支付。爸爸放下專用的通讯器，嘴角勾起冰冷的弧度。魚徹底咬死了。媽媽坐在電腦前，手指在鍵盤上快速敲擊，語氣平靜無波，但眼底深處卻藏着一片寒意。銀行那邊已經打好招呼，這筆虛擬轉賬記錄會暫時出現在李保國的賬戶流水裡，但實際資金會被攔截在清算環節，24小時後自動退回。天氣怎麼樣了？我問。爸爸調出另一個屏幕，氣象台已經發布了低溫預警，但還遠未達到末日級別。不過我們也已經察覺到了不對勁。才10月底，清晨的霜凍已經厚得反常，風吹在臉上像小刀一樣。寒潮前鋒到了，爸爸沉聲道，比我們預估的似乎還快了一點。也好，這場戲該收尾了。李保國每隔10分鐘就刷新一次手機銀行 App， 當那個150萬的入賬記錄終於出現在賬戶餘額下方時，他狂吼一聲，手機差點掉在地上。到了，錢到了，150万真的到了！張姨和老李撲過去，3顆腦袋擠在一起，死死盯着那串數字，呼吸粗重，眼睛充血。快把貨準備好，地址發過來了。李保國看着買家發來的取貨地址，城北一個廢棄的物流倉庫。他們用最快的速度將那些假貨重新打包，叫了一輛專車，懷着巨大的狂喜趕往交易地點。一路上，老李望着窗外越來越陰沉的天色和裹緊衣領的路人，心頭莫名掠過一絲不安，但很快被即將到手的另外150萬尾款沖散。廢棄倉庫空曠破敗，寒風從破碎的窗戶灌入，發出嗚嗚的怪響。這裡偏僻得很，半天也不見一個人影。是這裡嗎？怎麼沒人？張姨有些害怕地縮了縮脖子，氣溫明顯比城裡低了好幾度。她穿着不算厚的棉衣，已經開始發抖。對方說把貨放在倉庫中間那個做了特殊標記的木箱裡，然後離開，尾款會自動打到賬戶。李保國指着倉庫中央一個孤零零的破木箱，他們把幾大包東西放進木箱，一步三回頭地離開倉庫，躲到遠處一個破牆後面張望，期待着尾款到賬的短信。時間1分1秒過去，寒風越來越刺骨，天空陰沉的像要壓下來，但是尾款的信息遲遲不來。怎麼回事？會不會？老李的不安越來越重。就在這時，倉庫的破鐵門突然被砰的一聲關上，緊接着，倉庫四周亮起了數盞強力探照燈，雪白的燈光將倉庫內部照得如同白晝，也將他們3人藏身的破牆後照得無所遁形。不好，中計了，快跑！老李最先反應過來，拔腿就想往更暗處跑，但已經晚了。爸爸雇傭的保鏢已經将他們按在地上。你們幹什麼？放開我們！李保國掙扎着嘶吼道。張姨更是直接癱軟在地，嚎啕大哭。搶劫啊！救命啊！暗處2女1男的身影慢慢出現在他們眼前。當探照燈的光掠過我們3人的臉龐時，張姨一家的哭喊和掙扎瞬間停止了，如同被掐住脖子的雞。林先生、太太、楠楠。張姨的牙齒上下打顫，話都說不利索了。很意外吗？張秀蘭。媽媽的聲音在這寒冷的空氣中似乎比冰還冷。不是要拿我們的東西遠走高飛嗎？不是，誤會，都是誤會。老李徒勞的辯解，渾身抖得像筛子。李保國則死死盯着我，眼神怨毒。是你們搞的鬼！那些假貨，還有那條短信，都是你們。不然呢？我向前一步，俯視着被按在地上的李保國，前世被他虐待的恨意在此刻洶湧澎湃。等着你們剪斷剎車線，害死我爸媽，
等着你們在寒冷的冬日把我像牲口一樣卖掉。我的话让他们徹底明白了，我們不僅知道他們的陰謀，甚至知道更多未來可能發生的事。爸爸沒有給他們消化震驚的時間，他揮了揮手，一名黑衣手下將那個破木箱拖了過來，打開，裡面正是他們剛剛放進去的那些贓物。盜竊未遂，金額特別巨大。爸爸的聲音不高，卻帶着一股要殺人於無形的力量。人贓並獲，這些還有你們銀行流水裡那150萬贓款記錄，以及……他頓了頓，從手下那裡接過一個平板電腦，點開畫面，是他們剪斷剎車線，意圖謀財害命的直接證據，鐵證如山。張儀徹底崩潰，鼻涕眼淚糊了一臉，衝着我們瘋狂磕頭。先生太太，我錯了，我鬼迷心竅，看在我伺候這麼多年的份上，饒了我吧，饒了我們吧，東西我們不要了，我把所有的錢都給你們，求你們。老李面如死灰，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全完了。李保國卻突然瘋了一樣掙扎起來，對着我嘶吼：你不得好死！你以為你們贏了？我看這天冷的不正常，要是極寒末日來了，我看你們能躲到哪裡去？還不一樣是個死！我死死地捏住他的下巴，指甲深深地掐入他的肉裡。你怎麼知道我們沒地方躲？你猜我們這幾天消失去幹嘛了？真正在末世沒辦法躲的是你們。聽見我這麼說，李保國剛才的囂張氣焰瞬間熄滅。你什麼意思？真的有末日？大小姐，你救救我們，救救我們！我給你磕頭。李保國倒是個識時務的，但是來不及了。好啊，看在你這麼虔誠的份上，那你們幫我幹點活吧。幹得好的話，我就在我爸那裡給你們求求情，如何啊？他們3個人立馬磕頭謝恩。我安排人把他們扔到了我們之前在外面包的冷庫，裡面還有我和媽媽囤的一些冷凍食品。這些東西給我搬到貨車上去，敢耍花樣，你們的下場你知道的。 3個人立馬開始幹活，我和爸媽遞了個眼色，互相看了一眼，監督了他們一會，就去越野車上休息了。李保國3個人看着我們離開，幹活的速度越來越慢，老李的嘴裡還嘀嘀咕咕地說着什麼，張儀更是一直不停地擦眼淚，一副悔不當初的模樣。李保國偷偷地和張儀老李傳了信，通過監控我看到的意思是，趁我們不注意，偷偷爬到越野車上，幹掉我們。果然，他們一家絕對不會這樣任人宰割。我看着屏幕上他們一家3口貪婪又凶狠的樣子，氣得牙癢。爸爸拍拍我的手，雖然嘴上說着安慰的話，但是臉上的怒色不亞於我。再等等。爸爸的聲音低沉而平穩。等他們完全掉入陷阱。冷庫裡，李保國似乎覺得時机差不多了，他故意将一個箱子不小心打翻，凍得梆硬的羊腿滾了一地。哎呀，對不起，对不起！他大聲喊着，彎下腰去撿，同時迅速給父母遞了個眼色。3人借着撿拾東西的掩護，迅速靠近了那堆像武器一樣的凍魚，各自抓起了最稱手的一條。緊接着，他們並未如我們預想的那樣直接衝出來，而是李保國突然朝着越野車方向哭喊起來：“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我媽她暈倒了，這裡太冷了，她有心臟病，好像不行了。”他的演技拙劣，但意圖卻很明顯，誘使我們其中一人下車查看，然後趁機控制住。我差點氣笑，前世他們就是用類似的裝可憐伎倆騙我開了門。爸爸嘴角勾起一絲冷酷的弧度，手指懸在遙控器的紅色按鈕上，還真是死不悔改。冷庫中，李保國見我們沒反應，眼神一厲，知道這計劃行不通了。他對父母低吼一聲：“上，抓住他們，就有活路。”3人猛地從掩體後躍出，揮舞着凍魚和暗藏的凶器，面目猙獰地朝着冷庫大門衝來。他們想得很簡單，只要衝出大門，控制住越野車裡的我們，就能反敗為勝。就是現在，我按下了手中的遙控器，低沉而急促的警報聲突兀地在空曠的冷庫內響起，蓋過了李保國他們的嘶吼。緊接着，那扇足以抵禦-60度低溫的合金大門，在一陣電機驅動的嗡鳴聲中瞬間關閉。門怎麼關了？停下，快停下！遙控器，他們一定有遙控器。李保國3人臉上的凶狠瞬間被極致的驚恐取代，他們拼命加速，想在大門完全閉合前衝出去。張儀衝在最前面，他甚至將手中的凍魚狠狠砸向正在閉合的門縫，試圖卡住它，但凍魚在厚重的合金門上只留下一道白印，便彈飛出去。我的手指在冷庫溫度調節的頁面上飛快地調整，-50°C，就是這個溫度。上一世，他們就是在外界氣溫持續在這個溫度的時候，把我賣給了刀疤。開門，林先生、太太、大小姐，我們錯了，真的錯了，饒命啊！饒了我們這條狗命吧！李保國終於徹底崩潰，瘋狂地用拳頭、用身體撞擊着冰冷厚重的合金大門，聲嘶力竭地哭喊求饒，鼻涕眼淚剛流出來，就在臉上凝成了冰碴。求求你們，放過我們，我們做牛做馬，東西我們都還給你們，錢也給你們。我們願意去坐牢，別把我們關在這裡，會死的，真的會死的。他們的哀求聲通過我們安裝在冷庫內的隱藏麥克風清晰地傳了出來，在越野車內回盪。媽媽閉上了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氣，在睜開時，裡面只剩下決絕的平靜。
爸，我的聲音出乎意料的平穩。继续，这才只是開始，讓他們也嘗嘗慢慢動槍，然後等待死亡是什麼滋味。比起他們對我們做的，這很公平。爸爸點了點頭，手指再次滑動，溫度定格在零下55度，這是目前這個民用冷庫改造後的極限，但已經足夠。冷庫內的景象開始變得如同慢放的恐怖片。我在屏幕前欣賞着眼前這一幕，就像上一世他們看向我的時候一樣。在他們快要瀕臨死亡的時候，我讓爸爸打開了冷庫的門。他們3個人像瀕死的野狗一樣艱難地爬出來。我居高臨下地站在他們面前，高跟鞋的後跟死死地踩在李保國癱在地上的手背上。極寒末日的體驗卡到期了，感覺怎麼樣啊？不着急，你以為我這樣就放過你們嗎？不是哦，好戲才剛剛開始，末日馬上就來了，你們的好日子還在後頭呢。李保國被凍得已經說不出話了，只能顫顫巍巍地張開嘴又閉上。我和爸媽把冷庫裡的貨物運回了聽蘭苑的地下倉庫。隨着張姨一家的事情解決，極寒末日也跟着到來了。真正的末日以極快的速度抵達，氣溫開始變得異常。我的心裡還有一根刺沒有拔出來。刀疤，爸爸一直監視着刀疤的位置。很快，他手裡的物資耗盡了。一開始，他只是躲在家裡等着這股寒流過去。可是慢慢的，他發現這股寒流似乎不像以前那麼簡單。飢寒交迫下，他只好出門找物資。但是外面的天氣冷得要命，街上的行人早已經沒了蹤影。他只好想盡辦法聯繫那些所謂的朋友，想要獲得一點能夠購買物資的機會。很快，我化身一個黑市老闆，以高價的良好物資吸引了他。1袋大米，3克黃金，這對刀疤來說已是天價。其實到了末日後期，大米的價格比這還要離譜。刀疤果然上鈎了。城西老糧站，今晚10點，臥室不候。短信簡潔冰冷。他啐了一口唾沫，唾沫還沒落地就凍成了冰碴。奸商！他罵了一句，但還是裹緊了身上那件薄薄的外套，深一腳淺一腳地朝着城西走去。刀疤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確認沒有埋伏，才慢慢走過去。貨呢？先看錢。我用了變聲器，讓我的聲音嘶啞，分不清男女。刀疤掏出那2條小黃魚，在昏暗的光線下，黃金依然閃着誘人的光。我接過來，掂了掂，又像模像樣的用牙齒咬了咬，點點頭，踢了踢腳邊的麻袋。1袋米，1袋壓縮餅乾，夠你撐一陣子。刀疤迫不及待地蹲下身，解開麻袋口，米粒在燈光下泛着正常的白色。他抓起一把，冰冷的觸感傳來，確實是米。壓縮餅乾的包裝也完好，他鬆了口氣，隨即又湧起一股邪火。就這點東西，竟然花了他2天小黃魚。就這些？他抬頭，眼神不善。就這些。我後退一步，聲音依舊平靜。行情價。刀疤突然笑了，那笑容扯動臉上的疤痕，顯得格外猙獰。行情價？我看你是活膩了。他猛地從後腰抽出一把刀，刀鋒在昏光下閃過寒芒。把金子還回來，東西留下，饒你一條狗命。只可惜他還沒出手，就已經被爸爸用高壓電棍電得暈了過去。在醒來的時候，他躺在了聽蘭苑的別墅院子裡。我全副武裝，看着趴在地上猶如死狗一般的他。你誰啊？饒了我吧，我不敢了，我也是窮途末路了。閉嘴！我狠狠地扇了他一個耳光，恨不得用盡全身的力氣。刀疤被我扇得嘴角抽搐，卻也不敢多說一句，不停地彎腰求饒。我把2袋發霉的大米倒在他臉上，霉味混合着寒氣在他臉上蔓延。你想幹什麼？刀疤被這突如其來的侮辱氣到了，忍不住開始咒罵。我一腳踢在他的腹部。上輩子就是你用2袋大米買我的。我踩着刀疤的手，捻了捻。2袋發霉的米買1條命，這生意你覺得划算嗎？刀疤瞳孔猛縮，嘴裡亂七八糟地說着什麼。對上我的眼神時，記憶深處有些畫面慢慢浮現。那個死丫頭是你，一直出現在我夢裡的死丫頭竟然是你。我來不及追問刀疤做了什麼夢，估計是他壞事做得太多了，噩夢纏身。對，是我。我蹲下身，用繩子拍了拍他凍裂的臉頰。現在換我來跟你做筆交易，你剩下的那點金子買你1條命，外加一個消息。刀疤眼底閃過兇狠和不甘，但求生的本能壓倒了一切。他艱難點頭。我湊近他耳邊，聲音輕飄飄的，氣息像是一條毒蛇一般吐在他的臉上。你猜是誰讓我落到你手裡的？是李保國。他拿我換米的時候，可沒提他家裡藏着多少好東西。現在他們一家就躲在城東老軸承廠的廢棄宿舍裡，聽說吃的用的夠活好幾年呢。刀疤渾濁的眼睛裡瞬間爆發出貪婪與怨毒的光。李保國，那個兔崽子，竟然敢坑他，自己還藏着那麼多貨。金子我給你，都給你，放了我吧，我去找他們。他哆嗦着從懷裡掏出最後幾根小黃魚。當然。我站起身，示意他往後走。在他快要離開院門的時候，我把他手腕上的繩子解開了，為了以防萬一，他的腳上的繩子留給了他自己。呼嘯的寒風瞬間灌入，刀疤打了個劇烈的寒戰。我笑盈盈地看着他。去吧，祝你馬到成功，滿載而歸。
刀疤連滾帶爬地衝進零下60度的黑暗裡，像一頭嗅到血腥味的餓狼。他根本沒去想消息是真是假，極度的寒冷和飢餓早已吞噬了他的理智，只剩下對物資的瘋狂渴望和對李保國的熊熊怒火。我站在溫暖的室內，透過特制的窗戶，看着那個身影跌跌撞撞消失在風雪中。他會找到李保國一家嗎？媽媽輕聲問。會的。爸爸調出另一個監控畫面，那是李保國一家藏身的廢棄宿舍周邊幾個隱蔽攝像頭傳回模糊卻清晰的影像。刀疤這種地頭蛇找人的本事一流，而且李保國他們斷了生計，這2天正偷偷用之前私藏的一點首飾和假話邊角料，試圖跟附近同樣掙扎的人換食物，動靜不小。果然，僅僅1天後，刀疤就帶着他僅剩的2個同樣窮凶極惡的跟班，循着蛛絲馬跡找到了軸承廠宿舍。激烈的打鬥聲透過寒風隱約傳來，很快又隱匿在寒風裡。監控裡，刀疤幾人拖着幾個鼓鼓囊囊的麻袋，滿臉狂喜地離開，而李保國一家再也沒有出現在鏡頭前。他們真的搶到東西了？媽媽有些不可思議。又過了2天，在通往城外荒地的路上，巡邏的無人機傳回了最後畫面：3具蜷縮僵硬的屍體倒在雪地裡，是刀疤和他的手下。他們身邊散落着幾個空蕩蕩的麻袋，臉上還凝固着發現被騙後的極度憤怒與絕望。而更遠處，另一個雪堆微微隆起，依稀能辨出是3個人形，是李保國一家。他們沒能逃過刀疤的制裁，最終也葬身在這片嚴寒地獄裡。塵埃落定，我關掉屏幕，轉身抱住爸爸媽媽。溫暖的燈光下，地下倉庫裡物資充足，空氣循環系統低聲嗡鳴，仿佛與外面那個冰封的死寂世界完全隔絕。結束了。爸爸的大手撫過我的頭髮。都結束了。媽媽緊緊回報我們。窗外，暴風雪依舊肆虐，零下70度的低溫凍結着大地上的一切。極寒末日漫長，但我們一家人將彼此依靠，好好活下去，直到春天再次降臨這片土地。